哈哈哈，小师弟，这回你还觉得最后的胜利者是你吗？你抢走了我喜欢的女人，还成为了师祖的亲传弟子，为何你的命运那么好？郭九牧疯狂地大笑起来，甚至带着一丝癫狂。萧炎的眉头一皱，心想这家伙是不是疯了？下一刻，郭九牧身后的虚空开始有了变化，竟是出现了一道方形的巨大黑体。随着这道巨大黑体诞生，这方世界仿佛在逐渐的走向毁灭。郭九牧的眼神在那巨大的黑体映衬下显得愈发深邃，巨大的黑体在他的身后延伸，原本静谧的空间被这突如其来的异象撕裂，仿佛一切神灵都在这一刻凝固了呼吸。黑体如同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但又不是黑洞，它是另一种物体的存在，其表面不断变换着未知的符文，它们像是有生命一般，在那黑体表面上游走，并且闪烁。众神期强者的脸色此刻变得苍白，他们尝试调动体内神力，却发现神之力量如同被无形的锁链束缚，无法动弹分毫。而且那黑体之上缓缓地诞生出一道神秘的未知光团，而在那光团中有着一道模糊画面不断闪烁，似乎在诉说着一段段未完的故事，过往、现在、未来的碎片在此刻交织，让人难以分辨真实与虚幻。突然，那光团中显现出9只巨大的未知生物，它们皆是被沉重的锁链所捆绑，每一只未知生物都似乎蕴含着超乎想象的力量，即使是在被那沉重的锁链束缚的情况下，那些锁链上也闪烁着挣扎的光芒。这9只未知的生物似乎是在拉着什么东西，因为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庞然大物，但眼下他们只能在光团中沉睡，等待命运的转机。然而仅仅这一道画面展示在众神奇强者的眼前时，他们才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恐怖与绝望。那其中的能量能够将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事物都引出出来，仿佛那才是永生不灭之物，不管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任何篇章中都不曾有毁灭的痕迹。这画面展现了一瞬间之后便是消失不见了，而那光团逐渐的被放大，最后将郭九牧的身躯吞噬到了其中。他的目光坚定无比，神情中透露出一丝决绝，他要祭掉自己所有的东西，不仅仅是道，还有自己。哈哈哈，没想到这无意间获得的东西竟然如此强大，这下你们谁也不是我的对手，小师弟你受死了。在那光团之中，郭九牧的声音缓缓响起，仿佛整个局面都已经开始变得颠倒。这一幕所有神奇强者都无法预料，并且刚刚那一瞬间的模糊画面就让所有神灵无法抵抗，那力量更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小家伙，你要小心了，我之前所说的旧股诡异之力。由于对方的力量太过强大，此时冯老也是主动传音给萧炎，而且听他的话中意思，似乎就连他都很忌惮，他究竟获得了什么东西？萧炎表情格外的凝重，因为这股力量也绝对不是他能够抗衡的存在。那东西来历非凡，而且你的大师兄不仅献祭了自己的道法，祭掉了自己所有，一旦献祭成功，恐怕将会出现非常可怕的东西。等会你出手，先稍微拖住一下对方，待我观察下对方的破绽，不然即便是大道主神都无法抗衡这股力量。冯老的声音非常的急促和严肃，而且那语气中充满了对那东西的惧色。什么？萧炎有些震惊，这股诡异之力可不是自己能够抗衡的存在，更不要说去拖着了，那可是连大道主神都无法抗衡的存在。冯老自然是看出了萧炎心中的问题，然后传音道：待会我借助你我的神魂力量，应该可以抗衡一下，准备好了吗？萧炎也严阵以待，然后点点头道：冯老准备好了。这一次的万界圣子争夺战到了最后一步，谁也没想到这郭九牧竟然拥有这样的底牌，而且听冯老所说，只要对方献祭成功，就会有非常可怕的东西出现，而且那东西似乎连冯老都十分的忌惮。但既然冯老这么说了，自己也只能听从冯老的安排，目前也只有冯老可以解决眼前的危机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万界圣子争夺战了，而是超出了争夺战的范畴，连大道主神都无法抗衡的东西，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恐怖。萧炎深吸了一口气，体内除了自己的神力外，还有一种神圣强大的神魂力量，这股力量从他体内快速爆发，一瞬间就让萧炎的力量提升了数倍之多，整个周身都弥漫出一道道神圣的金光，金光之上神圣的符文闪闪发光，每一次的发光宛如是在呼吸一般。萧炎也将借助冯老的神魂力量，彻底的将这股力量爆发而出，再加上自己领悟的言之一道，这股力量庞大至极，说不定真的可以抗衡一下对方那诡异之力。虚空的震动愈发剧烈，而萧炎正准备迈出他的第一步，萧炎银牙一咬，整个神体上已经被神圣的金光包裹，同时他的身影一闪，天地间出现了雷霆之声，二狗一道雷霆之影就出现在了郭九牧的上空，然后对着他凝聚手中全部的力量，狠狠地攻击而去。轰！一道神圣巨拳直接凝聚出来，洞穿了虚空，整个空间都被神圣的金色力量所吞噬，那巨拳之威足以轰碎一切虚无。原来你还隐藏着这么强大的神魂力量，如果不是我无意间捡到这东西，恐怕今日还真的给你得逞了。郭九牧的声音已经变得有些不一样，这也证明着他离彻底的祭掉自己已经不远了。
但是绝不能给他成功献祭自己的机会。萧炎再次加大体内的那股磅礴无尽的神魂力量，使得金色巨拳变得更加庞大。这股力量也是令得所有神奇都纷纷后退10万里开外。然而面对萧炎那极强的金光巨掌轰下来时，郭九牧没有一点的情绪波动，只是他的瞳孔已经逐渐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诡异之眼。紧接着那双诡异之眼一睁开，整个空间中嗡的一声，在郭九牧的身边有一口诡异之胎横空，爆发出诡异之光，散发一股所有万物神灵都感到极其陌生又强大的气机，而后朝着那金光巨手猛然斩去。轰！那诡异之胎与那金光巨手激烈碰撞，两种力量在空中交织，形成了一道道耀眼的光芒，仿佛是创生与毁灭之战。这一刻，郭九牧和萧炎之间的对决不再是简单的力量碰撞，而是两种不同信念的碰撞，周围的世界似乎都在为之震动，万物神灵仿佛都在注视着这场决定生死的较量。两人的身影在光与影的交错中变得模糊，只有那股不屈的力量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晰。萧炎与暗黑力的激战如同两股汹涌的潮流在虚空中碰撞，瞬间掀起狂暴的能量风暴，空气中充斥着电闪雷鸣般的轰鸣声，仿佛连天地都在为之颤抖。萧炎的身影在这肆虐的力量中显得渺小而坚韧，他的双眼射出凌厉的光芒，双手紧握成拳，每一寸肌肉都绷紧，凝聚着前所未有的力量。突然间，两者间的对撞达到了顶点，一股似乎能吞噬一切的黑色漩涡凭空形成，那黑洞深不见底，仿佛连光都无法逃脱它的引力。四周的景物在这股力量面前扭曲变形，被无情的吞噬。萧炎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是他从未遇到过的诡异力量，一种源自未知的恐惧开始在心底蔓延。即便自己借助了焚老的那磅礴无尽的神魂力量，居然根本没有占据到上风，而且对方的那股诡异之态的威力似乎马上要吞噬萧炎。塑胶施展出的那一招金光巨拳，其中还有着言之一道的道法之威，竟然依旧无法撼动对方那股诡异之力的丝毫。难怪之前焚老在郭九牧的身上感应到了诡异，现在亲自感受到了这股力量，连死的心都有了，根本无法抗衡的存在。难怪连一向神秘的焚老都十分忌惮这诡异之力，可为何在万界圣子之地中会潜藏着一股力量？这简直比魔之力量更加的恐怖诡异，让无数神灵都颠覆了这股力量的常理。萧炎的内心涌现出一丝寒意，他知道这场战斗远超他以往的经验，他必须坚持到焚老找到突破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那诡异黑气边缘，萧炎凝视着那无尽的黑暗符文，感受着他那摄神心魄的能量波动。他知道一旦自己被那力量吞噬，就连神魂之魄都会化为虚无。萧炎深吸一口气，全身的神圣金光气势如同火山般爆发，他的拳头紧握的发白，一股股神圣的磅礴能量从他体内迸发而出，与那诡异之态的力量拼死抗衡。两股力量在虚空中交锋，像是天神之战，每一次撞击都让人心惊胆战。萧炎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不屈，他知道这场战斗不仅关乎自己的生死，更关乎着整个主神万界的安危。因为一旦郭九牧成功的祭掉自己，恐怕就会出现焚老所说的可怕东西出现，那么到时候连大道主神都无法镇压那东西。在这最后的时刻，萧炎爆发出自身全部的力量和焚老的神魂力量，与那诡异之胎的力量展开了最后的决战。轰轰轰，那处空间激烈的碰撞一次又一次，每一次的撞击都像是灭世的钟声响起。而且即便萧炎已经是全力输出，可也不见得能够压制那诡异之态多久。萧炎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之色，他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股几乎无法抗衡的力量。望着那黑体之物，萧炎再次深吸一口气，全身的能量开始涌动，并且将自己的五色神怒火莲再凝聚而出。五色神怒火莲在他的掌心中渐渐的浮现，散发出炽热而毁灭的气息。这朵五色神怒火莲加入了炎之道法，散发出玄妙之威，同时也像是太阳陨落时的最后光辉，既是绝望也是希望。萧炎毫不犹豫将这朵五色神怒火莲猛地投向那黑体之物。五色神怒火莲在虚空中划过一道耀眼的轨迹，最终没入了那无尽的黑体之上。然而出乎萧炎意料的是，五色神怒火莲的毁灭能量居然没有爆炸，没有任何波澜壮阔的冲击波。五色神怒火莲的力量仿佛被那黑体之物给轻易瓦解，消散于无形当中。怎么可能？连五色神怒火莲都无法撼动一丝力量，这下萧炎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所有的底牌已经施展出来，可是依旧无法对其造成实质性的破坏。萧炎的眉头紧锁，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就这样放弃，因为一旦放弃，那么整个诸神万界怕可能都会掀起一场巨大的灾难开始。而那黑体之物之上的黑暗符文闪闪发光，似乎象征着无法逾越的力量的图腾，依然巍峨不动，仿佛嘲笑着五色神怒火莲的微不足道。萧炎却并未退缩，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意志并未被摧毁，反而更加坚定。山海那象征着无法逾越的力量的图腾依然巍峨不动，仿佛嘲笑着五色神怒火莲的微不足道。他决心不计一切代价，也要等到焚老找到打破这死寂局面的方法。焚老找到破绽没有？萧炎着急的传音道。然而焚老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应。萧炎知道此刻的焚老
应该也与他一样的焦急心境，也不再去打扰冯老找破局的方法。在五色神怒火莲被那一瞬间瓦解的时候，10万里之外的众神期强者的眼睛都瞪得圆圆的，仿佛被惊雷击中。他们可是见识过萧炎五色神怒火莲的威力，那近乎是毁灭性的力量，即便是半道神都无法轻易的阻挡下来。五色神怒火莲乃是萧炎的最强底牌，每一次的施展都是能够绽放，都足以焚尽万物。然而这一次却对那黑体之物的诡异之胎力量面前显得如此无力。所有神奇强者都在为萧炎加油，因为他是最后的希望。林动和沐尘也是如此，他们也同样能够希望萧炎能够获胜，因为即便是他们此刻的实力，也无法与那诡异之胎进行抗衡。一旦前去，恐怕就真的重创陨落了。那股力量间的对决已经不是在场的所有神器能够插手的。吴雪、圣花殿殿主以及罗峰圣瑶都纷纷的压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们的眼睛动都不敢动，眨也不敢眨一下。特别是吴雪，如果萧炎在这里陨落，那么他也不会独活。远处，萧炎的眉头紧锁，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之战。然而他的眼神突然一凛，仿佛从深渊中抓取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因为那久违的冯老声音在他耳畔边响了起来：小家伙用诛心世界进入他的内心，破解他这股诡异之胎的力量。诛心世界，萧炎微微一惊，诛心世界可以破解，不过现在他也没有时间去分析了，毕竟随着时间的推逝，郭九牧距离全部祭掉自己已经快完成了，所以萧炎不管那么多，既然是冯老说的，那么就只能相信他去做。萧炎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睁开，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开始运转诛心神火神技，空气中似乎响起了悠悠的心灵之音，诛心世界。随着这声音的传开，萧炎张开了双掌，虚空在他的力量下裂开，显露出一道深不见底的黑色空间。这些黑色空间如同凝固了的液，静得出奇，却又仿佛蕴含着神秘的力量。当郭九牧的目光凝视着一道黑色空间时，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了自己映照在其间的面孔，那是他们最为真实的写照，是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模样。镜子里映照出郭九牧自己的面孔，以及他内心深处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混沌与迷雾的空间。萧炎此时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复杂情绪和深不可测的力量。萧炎现在凝视着镜中那郭九牧的影像，他的表情冷静而又坚定，他知道只有深入郭九牧的内心，才能找到破解这诡异之胎力量的关键。萧炎的身影在镜中渐渐模糊，融入到了诛心世界之中，去揭开隐藏在郭九牧内心深处的真正秘密。也就在郭九牧的眼睛看到自己倒映在诛心世界的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他的身形无法动弹，双眼失去了光彩，只剩下空洞与迷茫。他的内心被瞬间揭开了最痛楚的一页，那些情感、不甘、犹豫不决，在这一刻全部暴露无遗。吴雪师妹，我喜欢你，为什么？我哪里比不上小师弟吗？感情这事情并不是你一个人喜欢就行，就算在一起了，我们也不会幸福啊。为什么不会幸福？大师兄，强扭的瓜你觉得甜吗？我不管，我就要和小师妹在一起。大师兄，其实喜欢你的女孩子也很多，你没有必要在我的身上浪费精力和时间，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爱情，而你应该去追求你真正的爱情。我和小师弟或许就是我所追求的爱情，所以我在此还是祝福你，今后大师兄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吧。一段对话自郭九牧的内心深处不断的被释放出来，痛苦也如同潮水般涌来，吞没了他所有的抵抗和坚强，只留下无尽的颓废与绝望。黑色空间中映出的不再是他平日的英姿飒爽，而是成为了他最不愿面对的自己。他看见了自己内心的阴影，那些被压抑的欲望与恐惧，此刻都在这黑色的空间中得到了释放。痛苦在他们的脸上凝固，成为了一种永恒的表情，而他的心灵似乎在这刹那间被彻底摧毁，就仿佛连周围的环境都消失了，只剩下这一道黑色空间。它如同深渊，将郭九牧的内心世界照映出来后，现在也准备要将其吞噬其中，永远的将郭九牧困在自己的诛心世界。郭九牧的世界在诛心世界中如镜花水月般显现，他凝视着这面自己内心的镜子，镜中映照出的是一幕幕他对吴雪痴情的往事。他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对吴雪的这段感情一直都是一厢情愿。本以为自己一直坚持下去，小师妹会与自己在一起，那些曾经以为自己只要坚持下去的情感，在此刻却如同镜中的倒影，清晰而又冰冷。他的眼神从迷茫转为透彻，心中的那一道对吴雪的情感也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宁静。他看见镜中的自己无数次在寒风中等待，希望吴雪能多看他一眼。他看见自己小心翼翼地递上那封情书，而吴雪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笑而过。这些画面像利刃一般刺痛他的心脏，但随之而来的是释然。他终于明白了，他的付出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回应。镜中的世界开始扭曲，那些曾经的执着和痛苦在他眼前一一破碎。郭九牧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释怀的微笑，他闭上了眼睛，任由诛心世界的黑暗彻底将他吞噬。在这一刻，他放下了所有不该有的情感，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如果他愿意睁开眼去面对自己崭新的生活，或许他能够从诛心世界中走出来。可是他没有，
他愿意被诛心世界吞噬，永远的困在自己的诛心世界。他虽然想通了，可是他没有勇气了。这就是诛心的真正力量。郭九牧被诛心世界彻底的吞噬后，那诡异之胎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抽离，以及那黑体之物也瞬间化为虚无，周围原本那近乎灭世的环境也随之改变，从一个充满邪异气息的空间转变为一片近乎毁灭之战胜利后的希望曙光照射在这片大地上。萧炎与郭九牧的战斗终于在诛心世界中结束，同时郭九牧对吴雪的那一段感情也在诛心世界中彻底的结束。而最后万界圣子争夺战最后一位的胜利者就是炎帝萧炎。